日本的这场虐杀式救援，将这个国家的各种 buff 叠满。74岁的大爷还得玩命工作，结果大白天开卡车掉坑里，生死救援变考古现场，一套连招，招招致命，更是遭了老罪。消防员就在眼前，愣是不救自己上来。40多天过去了，小洞变天坑，动静越来越大，老头在下水道里都快降解了。救援领导依然密不发丧，大手一挥，再给我3个月，还你一个栩栩如生的欧基桑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元仔。当乌克兰的司机在白宫大受折磨，日本这边的司机也不好过。1月28日早上9点多，崎玉县八朝市十字路口因下水道年久失修突然塌陷，74岁的司机连人带车咣当跌入。好消息是10分钟后，消防员很快就赶到了现场，还和老头聊上了，并第一时间叫来了救护车。可坏消息是，这救护车压根不是给老头准备的。消防队一看司机还活着，就下去2人准备救，可万万没想到大意轻敌，下去的2个消防员双双挂彩，没办法，赶紧撤退，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。按理说救援这事儿得争分夺秒，但直到6个多小时后，下午4点多，大爷才等来了第2阶段的救援，上吊车。这是整起救援的重大转折点，眼望看了都摇头。吊车操作接连失误，第1次作业车刚吊到半空，结果钢丝绳质量太次断了。2次跌落，不仅大爷生死难料，更是直接砸爆了下水管道大动脉，坑底瞬间粪水喷涌。然后换2台吊车同步作业，但角度不对，折腾了几个小时，车没调动，还把路面又压出了一个新坑。第3次换大的使劲蹬，现场又叫来了一个重型吊车，这回货车总算是吊出来了，但老头的死期也到了。谁能想到又吊到一半，车头连接处断了，只挂住了斗。3次跌落，传奇耐摔王和驾驶舱不在本次获救范围内。更糟的是，水越来越大，很快人们发现老头不见了。专家研判，要么是 cos 马里奥钻了下水管，要么就是致敬肖申克正在爬往下游自我救赎。为了搞清楚这一点，他们决定把水抽干，竭泽而渔，并要求附近12个市上百万人暂停使用下水道，开启貔貅模式。此时救大爷貌似已经不是本次行动的重点，3个月的活1天干完，小林专员还怎么进步？1天搞定的事儿能玩出3个月的预算，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和石破茂大人亲切合影。15天后，市长决定把事闹大，向上请款，还拿着审批单和各级领导微笑合影，工作留痕。此时据探测，老头已经被冲到下游200米的地方，如果还活着，那妥妥早泡成下水道美人鱼了。而一直到现在，救援现场的差生们文具是越来越多，各种机械设备堆满，坑也从迫击炮弹着点大小变成了核爆巨源。这倒霉老头以身入局，真成了撬动日本 GDP 回暖的绝佳抓手。